美国军援继续拱火，普京无条件谈判的最后通牒被乌克兰拒绝了。30万俄军蓄势待发，乌克兰或许已经错失了最后的和谈机会，最终恐怕只剩下一个选项。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中红 Talk。最近乌克兰的情况不容乐观，随着俄军重新掌握战略主动权，乌东战略重镇巴赫穆特已成死地，塞夫尔斯克也正在成为突出部。然而，相比几个城镇的被包围，俄军正在筹备的大动作显然更令乌克兰军队不安。来自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的消息显示，最快2月20号，俄军就将集结完成30万人、近2000辆坦克，趁土地冰冻，对乌克兰要发起大规模进攻。而以乌克兰军队目前的兵源和武器装备，显然还不足以应对俄军如此规模的战略突击行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冬季攻势迫在眉睫的同时，俄罗斯还通过外交渠道向乌克兰抛出了谈判信号。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2月11号表示，战争总是要以谈判来结束的。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与乌克兰进行无条件谈判。在总体形势对俄罗斯有利、数十万大军厉兵秣马、随时待发的情况下，此时俄罗斯抛出了无条件谈判这根橄榄枝，可以说是普京最后的善意，也可以说是冬季攻势前俄罗斯的最后通牒。然而，乌克兰却拒绝了谈判。泽连斯基办公室顾问十分激进、不留余地地表示，除非乌克兰胜利，俄军离开领土并承担相关冲突责任，否则与俄罗斯的谈判是不可能的。随着俄罗斯动员兵的抵达补充和军工战争机器的加速运转，目前胜利的天平毫无疑问正在朝着俄罗斯倾斜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乌克兰果决地拒绝谈判，显然过于理想，严重脱离现实。事实上，乌克兰有过最佳和谈窗口期，也就是去年的9月和11月顿巴斯赫尔松大捷期间。泽连斯基若能以较为冷静的姿态承诺不加入北约，对于俄军已经占领的4个州呢，法理上不承认，但迫于现实，暂时默认现状，停火，与俄罗斯进行和谈。以后呢，老老实实的做个中立国，卧薪尝胆，发展壮大，再图崛起。而俄罗斯出于从俄乌冲突泥潭脱身进行考虑，也不排除会退出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。只不过，乌克兰能否和谈，显然并不完全由泽连斯基决定。就在俄乌双方就无条件谈判表态的同日，美国白宫也紧跟着给泽连斯基画了一个大饼，称华盛顿将继续支持基辅，使乌克兰仍能继续对抗俄军的进攻，确保泽连斯基能够决定最终谈判时机，并在谈判中拥有主动权。与此同时西方情报机构也在迷惑泽连斯基，称俄军的进攻速度低于预期，暗示泽连斯基不用担心所谓的俄军大规模进攻。但是说来说去，美国的援助在哪儿呢？冬季攻势迫在眉睫了， M1 主战坦克却要半年后才能到达。美国是不断搅局双方的谈判，归根结底，拜登还是想要通过乌克兰人的命继续给俄罗斯放血。所以，除非美国和西方允许，泽连斯基政府不能与俄罗斯展开任何形式的双方会谈。然而，不同意谈判，泽连斯基错过了这个村儿，恐怕就再也没有这个店了。相当多的情况表明，俄军此次冬季攻势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，30万俄军蓄势待发，几乎是开战初期的2倍。战斗一旦打响，乌克兰或将彻底失去体面停战的机会。若是被30万俄军一鼓作气打穿了顿巴斯防线，推进到第聂伯河，到时候留给美国和泽连斯基的选项，恐怕就不只是丢掉东部几个州那么简单了。好，各位网友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。对于本期的观点，欢迎各位留言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